一条打了鸡血般的脱缰巨骨蛇鱼直接飞出水面夺命而逃。几个大男人也搞不定如此生猛的河蟹，而在此之前毫无迹象地从水底冲出，将其中一名男子直接顶出2米远的距离。由于没能忍住心口碎大石般的撞击力度，只能选择瘫倒在岸边痛苦哀嚎。在整个惊心动魄的捕捉过程中，反抗激烈的巨骨蛇鱼像是吃了激素般疯狂挣扎，质量过硬的渔网也不能抵挡如此强劲的冲击力度。而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捕捉巨骨蛇鱼的激烈过程。两老表趁着天气晴朗的一天，准备清理家门口鱼塘饲养着的巨骨蛇鱼。这种鱼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，成年时长度超过2米，而且体重重达200斤以上。所以这口小鱼塘再也不利于它们维持基本生存，需要转移到更大的鱼塘喂养。在他们清理覆盖在水面上的阿飘时，突然受到巨骨蛇鱼暴击的拉西瞬间飞出2米远的距离，顿时让他的胸口感到疼痛难忍。而一旁的库里拉看到此种情形，便非常有经验地教他抬高右手来减轻痛苦。炮弹般的撞击力度，好一阵才让他缓过神来。自此，两老表在打捞阿飘的时候，拉西便有了大片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只敢选择站在岸边进行拉网。在来回打捞几次之后，水塘里的阿飘已经干净不少，而每一次都能从中收获到好几条小鱼小虾，真正的抓大送小。按理说鱼塘里面不应该有其他活物才对，即便有也早被饲养在里面的大型巨骨蛇鱼消化殆尽。而两老表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还不断地翻找出被阿飘覆盖着的小鱼小虾。此刻他们才开始拿着渔网捕捉里面的巨骨蛇鱼，只有10米长的渔网便能将小鱼塘一网打尽。突然间，一条巨骨蛇鱼翻着浪花从库里拉的脚下溜出了渔网外面，他以为的触手可及，却把大鱼吓得不轻。一个快速逃窜，却迷失了方向，又再次进了人类的包围圈。此时已经身处陷阱的巨骨蛇鱼更加慌不择路，冲着相反方向便一路狂奔。纵使有着巨大的冲击力，却被结实的渔网给拦住了去路。看到此时此景，两老表便顺势而为，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将其拖上岸边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才饲养了短短1年时间便长到了2米。上岸之后，库里拉本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但恐怖的人类却让巨骨蛇鱼顿时像打了激素般翻腾，强大的尾部力量随时能把人拍晕在厕所。然而已经离开水的巨骨蛇鱼就像瘸腿的老虎一样失去了神气。此时两老表才敢于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，小黑也跑来凑起了热闹。而受不了这般欺辱的巨骨蛇鱼凭借着仅存的力气进行反击，这一回光返照吓得他们撒腿就跑。为了防止他借着此次机会逃离，拉西冒着再次被撞的风险，硬是将其顶了回去。京城相见的鳞片就像刀枪不入的盔甲，一副霸气凛然的气势。要想将鳞片敲掉，只能使用锤子。而此时为了能够顺利将巨骨蛇鱼抬上轿车，唯有继续将其套在渔网里面，以方便搬运。一个不注意，拉西还被扇了一脸。200斤的巨骨蛇鱼，2个强壮的男人也只能勉强将其抬上轿车，同时还要以防被他拍打而受伤。行驶了几百米距离，很快便将其运送到附近的另一口鱼塘。由于太过于沉重，只能在车上将其推了下去，并且头朝下撞击地面。这一下伤得可不轻。而在库里拉的帮助下，这才迷迷糊糊地游到了鱼塘深处。拉西还为此跳下水送其一程。在送走第一条巨骨蛇鱼之后，他们再次回到小鱼塘。此时已经汗流浃背的库里拉干脆潜入水下洗了个透心凉。在缓慢收网的过程中，另一条巨骨蛇鱼跳过了渔网，逃到了另一边。显然这一条要更加聪明。随即他们便调整方向进行拉网。由于拉西害怕再次被撞，一直都不敢下水。而这一次在即将收网的时候，本以为能够快速解决掉这条巨骨蛇鱼，但在它的巨大撞击力下直接冲破渔网，再次逃脱。30多米长的小水沟每次一来一回不停地打捞，还真把他们给累出了响。而这一次他们以为到手的收获，却直接扑了个空，只捞上来一些小鱼小虾。就在他们想要休息一会儿的时候，水面突然又泛起一片水花，两老表便再次急匆匆地拿起渔网下水。这次他们以防渔网再次被洞穿，还把10米长的渔网折叠成2层来抵御巨骨蛇鱼的巨大冲击力。而就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巨骨蛇鱼再次瞬间发起冲撞，拉西也直接被拖入水中。此时两人见状便顺势快速进行收网。聪明的巨骨蛇鱼还以为能够像上次一样将渔网冲破，只可惜还是没有人类的大脑发达。无可奈何的他只好使劲挣扎，2个成年男人也被拉倒在岸边。而在史里拉的神助攻之下，原本可以直接拉上岸的巨骨蛇鱼却脱离了渔网的束缚，只留下库里拉抱着河中巨兽在水中凌乱。就算是快速跳下水帮忙的拉西，也没能挽回到手的大鱼。一次接着一次失败，
只能怪对手太狡猾。每一次在将巨骨蛇鱼逼入墙角之时，总能躲过渔网的包围，而这次又是在同一个地方顺利的将其包围在了渔网之中。此刻他们已经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四人同时发力，快速将其拖出水面，不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。很明显，这一条比上次捕捉到的还要大上不少。辛苦捕捉好几个轮回，这让库里拉也想要来一回躺平。不知道此时来一盘巨骨蛇鱼做的刺身味道会怎么样。